近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顺利在首都举行。会议中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2次审议稿，而这也就意味着这部反外国制裁法距离正式颁布实行又前进了一大步。我国之所以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其目的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段时间以来，某些西方国家频繁利用涉台、涉疆等各种借口，炒作抹黑中国，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以及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的制裁。尽管中方多次给予严重警告，要求西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反而变本加厉，在台海问题上加大力度搞事情。我国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将进一步充实我国反制裁、反干涉的工具箱，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势力所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简单点来说，反外国制裁法就是在阻止西方国家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不难看出，立这个法就是为了反制美国。中方此次就刻意点名了美国。在疫情蔓延至全球的背景下，美国彻底露出獠牙，不再掩饰对中国的敌意。除了在军事上频频闯中国周边海域挑衅叫嚣以外，上任没多久的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原先特朗普拟定的名单上再次扩大了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制裁，打着这些企业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幌子，拉黑了59家中国企业。往更早的说，美国为了渲染中国威胁，怂恿西方多个国家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想让世界都与中国为敌。随着事态的发展，我国人也不再幻想中美会缓和关系了。拜登的上台已经在告诉我国，中美不可能缓和关系，也回不到过去了。中国崛起让美国彻底失去理智，迫切地想从多方面遏制中国发展。想来也是，一个在全球称霸了多年的国家，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中国继续发展呢？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咄咄逼人，中国不能再处于被动的局面了，必须要向西方干政画出红线。讲道理对西方已经不管用，谁也没办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西方不是不懂，而是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抹黑中国。既然如此，唯有硬碰硬，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才能让西方醒过来。即将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对中国来说是个大好消息，但对西方来说无异于一记重拳。中国已经释放了打枪反击第1枪的信号，西方倘若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台海变天将成为事实。就如岛内此前担忧的那样，多国介入台海问题很可能加速台海保不住的情况。如今仗着有美国在背后撑腰，日本这个国家算是彻底露出狐狸尾巴。这段时间接连在台海问题上做文章不说，现在更是直接将台称之为国家。根据消息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与野党展开相关讨论时，公然将台湾称呼为国家。当时菅义伟就东京奥运会的防疫问题发言，在列举别国防疫措施时提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台湾，强调这3个国家用罚款和刑罚限制个人权利。菅义伟显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日本媒体在报道该消息时提醒日本没有与台当局建立外交关系，日本一直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菅义伟真是如日本媒体所言是口误吗？在分析看来，日本这位首相就是故意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众所周知，也是中方多次强调的。菅义伟顺口将台湾称之为国家，不难看出是下意识的真实心理反应，其潜意识里就不承认战败，仍然将该岛当成殖民地。而这也就暴露了日本持续干涉我国内政，利用民进党作为傀儡分裂我国的阴险用心。这么多年来，别看日本表面上一副不与中国作对的样子，但实际上该国根本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敌意。疫情期间，美国的支持让日本重新看到了希望。现在的日本虽说在外界眼里是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针对中国，可这并不排除这只是个幌子。相比英国、韩国等国家，日本针对中国或许是为了自己。值得一提，就在菅义伟公然将台称为国家的当天，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了2+2视频会议，两国形成了军事结盟。日本表示将会在紧急情况下向澳大利亚提供军事支援，尤其是海军方面的支持。不得不说，日本真的是越发狂妄的，如此肆无忌惮地就台海问题与澳大利亚甚至美国进行讨论，一系列举动跟美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视频会议结束后，两国在发布联合声明里公然写入
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谁不知道这话的意思？不就是在威胁中国不这么做，必要时刻他们将不惜动用武力结束？一个侵略成性的日本加一个好战的澳大利亚，未来西太平洋地区恐怕是很难有太平的日子了。这也向中国释放了一个信号：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此前，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放话要终止与美国之间的部队互访条约，使得美菲之间关系陷入微妙的境地。这项协议规定美军可以进驻菲律宾进行兵棋推演和军事演习等任务。最新的协议将于今年8月份到期。为了让菲律宾回心转意，在此期间，美国一方面炒作万安滩中国渔船，一方面派航母参与美菲军演。那么，菲律宾方面又是如何回应的呢？6月9号晚，杜特尔特表示要先把黄岩岛的那事儿解释了，再谈军事协议。当初美国借着居间协调的名义让菲律宾撤船，让中国顺势实际控制黄岩岛。后来美方无法对此提出解释。从杜特尔特对美痛批来看，菲律宾依然没有续约的打算。那么他口中的黄岩岛事件又是什么呢？为何这事儿让菲律宾对美国心存怨念？2012年4月份的时候，中国渔民在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时，一艘菲律宾军舰突然闯入，企图抓捕我国渔民。随后，我国海监船赶到，与菲军舰发生对峙。之后，双方不断有增援，中菲在该海域对峙长达数月，这便是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在此期间，菲律宾方面不断炒作，试图将问题国际化，而真正的幕后黑手美国也及时出面，打着调解的名义进行干涉。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式做法确实让菲律宾退一步撤走军舰，这也让中国获得这场对峙的胜利。当然，美国也没有安傻好心，他们还有更大的图谋。2013年1月，菲律宾突然就南海归属问题发起单方面国际仲裁，组建所谓的南海仲裁庭。在此期间，菲律宾借黄岩岛对峙事件大谈委屈，试图博取国际同情，而美国人的目的也显现出来，他们希望让菲律宾在黄岩岛上退后一步，然后借此撬动整个南海。2016年7月，南海仲裁庭宣判菲律宾获胜。同一时间，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开进菲律宾海域，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南海危机。眼看美国人就要做到最后一步，我国立马宣布不承认所谓的仲裁结果，并且军舰战机齐聚南海，火箭军蓄势待发，摆出了与美军不惜一战的架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军航母竟偷偷溜走了，这让菲律宾大跌眼镜。从南海危机的结果来看，美军还是畏惧着解放军的战斗力，并且也可以看出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菲律宾的利益拼上自己。而菲律宾试图借着美国来篡取南海权益的想法落空后，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那么问题来了，当初美国让菲律宾在黄岩岛退后一步，但如今在关键时刻自己却甩开菲律宾跑了，美国这不就坑了菲律宾吗？而这也是日后杜特尔特多次对美国态度强硬的重要原因。如今杜特尔特让美国解释黄岩岛那次对峙事件，其实就是在有意挑明美国在关键时刻是靠不住的。美国还想向菲律宾派遣军队，但可能会像上次一样，发现不对劲就跑了。